南宁的历史和文化积淀都离不开邕江，也为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农业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。南宁也让邕江更加生动和鲜活。今天的邕江也向世界展示出来了南宁的开放。它就像母亲一样把那南宁抱在怀里。一江一山一路一湖一方天。邹玉特今年65岁，扎龙是祖上传下来的吃饭手艺。从15岁开始，邹玉特就开始拜父亲邹永生为师，学习扎龙。瘦而劲的竹，薄而韧的纸，在他的手中变成了一条条形神毕肖的炮龙。半个世纪过去了，他的手上究竟过了多少条龙？邹玉特是怎么也算不清了。我们做这个炮龙，那个嘴巴的造型是那个鳄鱼的嘴巴，那个爪子是那个鹰爪，那个龙角呢就是那个鹿角。所以我们做这个龙呢，宾阳的炮龙是非常的凶猛，也是我们宾阳的炮龙的特征。竹篾扎制，砂纸裱糊，色布装配，扎龙的材料大都是随地取材，依势成型。一条龙扎成后，最多能保存20年。宾阳县位于南宁东北，从老街古典建筑可以看出曾经的市井繁华。传说宾阳人舞炮龙的传统起源于宋代，那是中原的大宋政权与当地壮族首领农志高进行作战时的战争遗存。如今战场的硝烟散去，喜庆的鞭炮声却传响不绝，以此祈求风调雨顺，丁财两旺。舞龙的绝活在龙头，武学圭今年70岁了，他已经舞了30年龙头。舞龙头了，一定要不怕鞭炮，任你怎么样炸，都是很镇定的。炮仗越多，舞起来越威猛。舞龙人一般我选的都是舞龙头的，都是体力比较好的。今年炮龙节我舞龙头。夜幕降临，锣鼓开路，火把相随。王兆武舞的1号炮龙上路了。舞龙有既定的路线，要沿大街小巷一路过去，直到走完所有的街道为止。炮龙所过之处，鞭炮齐鸣，焰火缤纷。炮龙在烟火中
飞舞穿梭，奔突摇摆，勇往直前。炮树龙兴，龙平炮威，雾气腾空，惊天动地。当炮龙行至结尾时，整条龙被炸的往往仅剩下骨架和竹筋。这时，人们燃起火堆，奏响八音，把龙投进火中，熊熊烈火送龙归天。至此，舞龙才算结束。后来由于一直延续下来，它都是风调雨顺啊，还有一种吉祥的东西，所以说已经这种精神啊，一直进入到宾阳人的骨髓里面。炮震千山行，龙腾百业兴。1年1度舞炮龙，这是属于宾阳人的狂欢节，现在已经成为当地的旅游名片，吸引成千上万的外地游客前来观摩助兴，在火龙飞舞中体验激情，在震天炮声中感受欢乐。龙是华夏民族的共同图腾，在人们心中，龙神奇威严，而又欢乐吉祥。如果说宾阳的炮龙是一条暴躁闹猛的火龙的话，那么南宁青秀区的芭蕉香火龙就是一条温顺安稳的绿龙了。顾名思义，芭蕉龙就是用宽大的芭蕉叶卷扎而成的。芭蕉是岭南寻常可见的植物，树干笔直，叶子宽大，果实抱团，经寒历暑，其心不死。用它的叶子扎成香火龙，自然就有了忠诚耿直、团结同心的寓意。割芭蕉叶的话呢，要留那么20公分的左右，不要割到那个根底下，因为我们要留出来呢，还要抢。我们芭蕉香火龙呢，原生态的。58岁的周建猛是土生土长的长塘镇人，从小跟爷爷学会了制作芭蕉龙，还学会了舞龙的技巧。上古传说，1年邕江洪水泛滥，农田被淹，农作物颗粒无收，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农民靠芭蕉树充饥，才渡过难关，侥幸活命。从此，人们在祭奠龙王、祈求风调雨顺时，就开始用上了有再生之德的芭蕉叶。每逢节日庆典，壮民都用芭蕉树扎成绿龙，插上香火，载歌载舞，祭祀龙王。黄色呢就拿来做公龙，青色呢是拿来做母龙。周建猛组织的青秀区芭蕉香火龙协会的成员，都是周边的村民，从扎龙到舞龙，形成了名副其实的一条龙作业。舞龙和醒狮一样，都是岭南民俗，从乡镇墟集到田间地头，从民间节庆到文化盛会，现在每逢节庆或者有重大活动，必有芭蕉香火龙前来助兴。铜鼓从古代的斧演化而来，后才演变为打击乐器。北鼎南鼓，铜鼓既是青铜文明的重要文物，自身是最神圣、最具威信的吉祥之物。从制作上看，南方的铜鼓和北方的青铜器具有不同的风格。无底空腹，曲腰鼓胸，铜鼓造型古朴，稳重饱满，中心常配以太阳纹，外围则以运圈装饰，圈带上铸着精美的圆雕装饰物，蛙、牛、龟、鸟等，造型夸张而有力，庄重而雄强。
洪亮、深沉，铜鼓的声音上达天宇，令人心惊。古时候，每个屯寨只能保有一只铜鼓，敲击时常常伴随歌舞，祈年攘灾，召唤鬼神，护佑生民，送别逝者。铜鼓文化之所以传播的那么2000多年，而且那么多民族接受它，而且那么大的价值，它在于它还是神器或者是重器。铜鼓堪称天人互通时使用的重器，轻易不会露面。而马山的会鼓则不同，它是民间娱乐的工具。今晚，这支会鼓队最为风光，成了会鼓广场的一道风景。这支女子壮族会鼓队的发起者陈猛如，她是地道的马山人。在这个壮族会鼓之乡，1年1度文化艺术节中的会鼓表演是当地的最大盛事。壮族会鼓从宋末元初开始，起初是用来报告外袭警报，后来引申为驱妖辟邪、祈求吉祥，成为壮族特有的民间娱乐活动。陈猛如从家乡考取大学后，去北京学美术，毕业后留在北京做室内设计。2004年，在过了7年的北漂生活之后，他还是回到了位于南方的家。我应该是8岁的时候，特别的爱这个鼓。陈猛如回到老家，接过了父辈的营生，做鼓。壮族会鼓的主要特点就是整个原木来掏工，会鼓的制作过程就是纯手工的去掏这个鼓的内部，这是一个比较难度大的，也是工作量最大的。选一些就是老黄牛这么一个皮壳来蒙面，传统的工艺上就是用竹篾和竹嘎刺来拉紧这个鼓皮，不是每一张牛皮都可以制作这个会鼓的。一晃15年过去了，陈猛如从一名室内设计师，变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制鼓匠人。每一个会鼓都是唯一的，不可再生的。陈猛如有扎实的美术功底，从此开始了他的创新之路。他选择用不同材料，尝试烘干、煮骨，用黄牛皮替代传统竹叶绳，加装钢锯片，边试边改。经过不断研制，他制作出第2代、第3代壮族会鼓。我有这样的机会，也有这样的一些资源，我会坚持去做的，传承下去就是我的一个使命。就在陈猛如家老宅的对面，陈猛如建成了一个会鼓文化园，更多的人可以在这里了解会鼓的制作，体验会鼓的乐趣。当会鼓的鼓声响起，总让陈猛如心潮澎湃，这也是他心里最安稳的时候。从16岁开始，谭香光就没有离开过面前的这部竹笼机，这一坐就是50年。数百根细长的棉线、麻线，在他的巧手下经纬错落，交织出瑰丽的锦缎。半个世纪的岁月，变成了一段段壮锦。在他的眼里，那是一片
美丽的锦绣天地。从我们中国4大名锦来说，壮锦呢跟3大名锦对比的话呢，3大名锦的它就比较细腻，壮锦比较粗犷。传统的织锦，它的图案纹样都是一些4方连续、2方连续的，为什么呢？它是用脑子来记的，它不是像我们现在有画一个图纸，它要按照图纸来织那个壮锦，它是脑子里面记，它只能记这么多的东西，反反复复来回都是一个纹样。用棉麻纺纱做经线，以不加捻或微捻2种裁围起花，在织物正反面形成对称花纹，结构严谨，色调明快，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情，与云锦、蜀锦、宋锦并称中国4大名锦，驰名天下。最值得称道的是，壮锦的纹饰和图案取之生活，鲜活生动，经过上千年的发展，成就了一套自成体系的纹样。从天上的太阳纹、云雷纹，到地上的花纹、藤纹，到蛙纹、蛇纹等等，抽象写意，不一而足。我们这里织的这幅是用那个壮锦的织法，把那个花山岩的这个纹样给它织出来。那么这个图案呢，也就是代表祈福我们的百姓生活风调雨顺。要做的这个品种呢，都是要我们跟日常生活中能够接受的。壮锦的抱枕啊、床罩啊、床旗啊、桌旗、杯垫，还有一系列的装饰品啊。2015年，谭香光接受南宁一所职业院校的邀请，在学校设置工作室，传授壮锦技艺。服装设计专业的学生范丽华，成为谭香光的第1个科班学生。我就看到很多很漂亮的壮锦，让我很着迷，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拜谭老师为师。这所有的衣服都是我和谭老师共同设计的壮锦服装。古老的壮锦开始变得时尚，走进了现代年轻人的生活。我自己有一个心愿，就是能完整的把自己出嫁的衣服设计出来。要成为一位织锦艺人，忍得住这个寂寞。功夫佛香8節嘅上渣。哦，主要是廟睇信號做得幾對兄弟對嘛？哦，是的。黑後以後雪後。哎呀，女兒離得遠了，也是很想她的，時不時都要跟她通個電話，非常想她。3年前，谭香光最心爱的小女儿远嫁美国，她精心准备了嫁妆，这是一部自己用了多年的竹笼机。她不远万里邮递到大洋彼岸，寄去了一个中国母亲的心愿。那给了这个壮族文化那么好的一个平台，觉得我现在做的工作主要是传承。要有年轻人接得上。在广西，与壮锦齐名的还有壮绣。兰陵的家乡马山县，是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。作为传统的女工，刺绣在这里代代相传。兰陵虽然出身在汉族家庭，但是从小就看到奶奶外婆绣这绣那，在针尖的舞蹈下，五彩丝线交织成日月星辰、花鸟虫鱼，一件件栩栩如生的绣品让她心醉神迷。从9岁开始，她就素底走针，彩线作画，开启刺绣人生，延续祖辈传下来的手艺。我呢，从那个10岁就开始学那个刺绣。林玉安老人年轻时就是远近闻名的绣花巧手，
他的3个女儿个个心灵手巧，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这3个孩子都把他教会的刺绣这门手艺当成安身的饭碗，还成为立命的本事，成为一生的爱好和追求。男女勤耕织，冠挑绵锦，这是历史上对壮绣的最早记载。与苏绣等绣品采用丝线绣品细腻逼真不同，壮绣使用棉线，绣品色彩大胆，舒展率意，抽象大气，针针见功夫，线线出色效，针线相连间，荷花、麒麟、葫芦、花卉、福寿各种形象呼之欲出。装绣上面用得到青蛙的图形，还有太阳纹啊、绣球啊、凤凰啊，这些都是我们广西地区这一边的。在壮绣中，除了象征9天玄鸟的凤之外，马拐的形象最为特别。马拐，状语青蛙的意思。青蛙是害虫的天敌，青蛙预告降雨，密集的蛙声与春雨的滴答声，在庄稼人的耳里是交织在一起的天籁。而蛙妇和孕妇、肚腹形状相似，自然也成为生殖崇拜的对象。在壮族先民们的心目中，马拐寄予了他们对水稻丰收的期盼和多子多福的祈求，是他们崇拜的图腾。普通的蛙纹成为打开稻作文化密钥的密码。正源于此，马拐的形象成为壮族人系在腰上的绚丽，包在发间的微蕤，身着盛装的绚丽。1998年，兰林在亲友的支持下开办了壮绣厂，开始了传统壮绣的传承。2018年，兰林在当地妇联推荐下，他来到杭州，参加阿里巴巴首届魔豆妈妈创业大赛。没有想到，这次杭州之旅打开了一个窗口，他第一次了解网购。不久，兰林的非遗壮绣开始在网上开店上线，古老的壮绣与现代网络开始亲密接触。那如果这个手艺不能够在当代的生活当中用得上的话，它就会失传。中国是刀剑的发源地了啊，这个民族刀具都没有人去钻研这一块，一定要把这个传统的锻打技艺挖掘出来。惊鸿一瞥，就看了这么一眼，就注定了黄东鹏与壮刀的缘分。刀是沙场征伐对决的利器，也是古代男子地位和身份的象征。今天，人们虽说已经远离了战争硝烟和沙场拼杀，但在很多男人的骨子里，都渴望有一把心仪的刀具，寄予一段侠骨柔肠的铁血情结。身为壮族人，黄东鹏知道，壮族男孩刚出生时，家里都会留一块铁，待孩子成年后，就用这块铁打造一把壮刀，配在腰上。就是劳作用的，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平头、直刃，适合劈砍，没有穿刺功能。2000年，黄东鹏27岁，他决心恢复失传多年的壮刀制作技艺。这一年，他辞去了在电影制片厂的稳定工作，全家搬到郊外，从此开始了他的打铁生涯。刀太软了不利，太硬了易折，而奥秘就在壮刀上的奇妙花纹。这些行云流水的花纹，恰到好处地维系了刀的刚柔平衡。可是它们
又是如何形成的呢？黄东鹏翻遍了书籍典藏，南下北上，找老师请教，向师傅学习，在自己的铁铺里反复锤炼，不断揣摩。质地硬脆的高碳钢，韧性较强的低碳钢，再在两者中间夹杂软钢，反复折叠锻打，花纹钢终于练成了。撞刀上的花纹，纹理细密，神秘莫测，似高天流云，似溪水奔流。黄东鹏终于解开了撞刀的生命密码。10年磨一剑，钢铁开了花。制作撞刀的古法技艺，在这个现代作坊里复活重现。从样式是沿承我们这里的样式，然后呢再恢复现有的已经掌握的传统锻打技艺，然后再融合自己一些美术的东西进去。这把刀呢是我今年出的一个新作品，它的主要题材呢还是落叶丝旗的。工匠精神，至少这3重含义：第一，它是一种技艺；第二，是一种独特的技艺；第三，它是一种高品质、高质量的技艺。大力士，小工匠，择一事，终一生。从衣食住行、日常起居的寻常用具，到敬天奉地、于神悦人的祭祀物件，古往今来的民间艺术家们，用他们的匠心、他们的手艺，为流逝的时间留下了深刻的记忆，成为岁月不居的生动印记。一件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，寄予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期许，见证了人类创造力所能企及的高度。古老的工艺也给我们的生活注入了色彩，使我们的环境诗意盎然。我们可以从中领会艺术家们的巧思，体察他们的匠心，感知他们的生命热度。从生活中提炼诗意，美化生活，美化自身，滋生安适、美目、怡神。我们知道，这是原始造物在现代的延续，是艺术之流，也是艺术之源，是回归和守护，更是创新和希望。流过了多少道弯，才有了你美丽的容颜，历经了多少沧桑，才有了你今天的容